家人们，兄弟们，昨晚小米那场发布会，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守在屏幕前看得心潮澎湃？我跟你们说，当雷军，就是咱们熟悉的小米创始人雷总，站在台上，身后那台全新的 SUV 车型 YU7 缓缓驶出时，我感觉整个科技圈和汽车圈的空气都凝固了。这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产品发布，这简直就是小米吹响的又一次冲锋号。只不过这次的目标是汽车这片波涛汹涌的红海。这台 YU7 作为小米家族的第一款运动型多用途车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UV， 它就像一个初入江湖的少年英雄，眼神里写满了不服输的锐气。雷总这次也是真的没打算藏着掖着，他直接把矛头对准了谁？对准了行业里的标杆，特斯拉的 Model Y。这种做法在发布会上可不多见，它不再是那种遮遮掩掩的暗示，而是像古代武林高手下战书一样，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世界，我小米来了，我就是要挑战你。雷总在台上把 YU7 的各项参数和 Model Y 挨个对比，那场面简直就像一场公开的擂台赛，火药味儿浓的都快从屏幕里溢出来了。而最关键的，也是大家最关心的，就是价格。YU7 的起售价定在了人民币25.35万，而特斯拉 Model Y 在国内的起步价是多少呢？是26.35万。看到了吗？就差这1万块钱。你可能会觉得1万块钱对于一辆20多万的车来说似乎不算什么，但我的朋友们，这可不是简单的算术题。在竞争如此白热化的市场上，这1万块钱就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也像是小米递给所有潜在买家的一张充满诱惑的门票。他在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消费者，你看我能给你和行业标杆几乎一样的体验，甚至在某些方面，比如雷总津津乐道的智能生态上做得更好，但我还比他更亲民。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心理战术，用一个微小的价格优势去撬动一个巨大的市场天平。市场的反应永远是最诚实的。发布会一结束，香港股票交易所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港股，小米集团的股价就像坐上了火箭，噌的一下就窜了上去。盘中最高的时候涨了 8%， 创下了新的纪录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意味着那些手握重金、嗅觉比猎犬还灵敏的投资者们，用他们的真金白银给小米投了信任票。他们相信，小米正在做的不仅仅是造一辆车那么简单，而是在绘制一幅宏大的智能出行蓝图。股价的飞涨，就是市场对小米这场豪赌的最大肯定，是资本世界里最动听的赞美诗。今年以来，小米的股价累计涨幅超过了 70%，这背后是无数人对于这家公司跨界破局的巨大期待。不过咱们作为理性的观察者，狂欢过后也得冷静下来思考，造车这件事真的有那么容易吗？它可比做手机复杂太多了，那是一条需要投入海量资金、技术和时间的漫长赛道，每一步都充满了荆棘和坎坷。特斯拉为什么能成为今天的特斯拉？它不仅仅是车造的好，更重要的是它建立起了一道坚固的护城河。这条河里有什么？有它深入人心的品牌形象，有它遍布世界让用户没有里程焦虑的超级充电网络，还有它那个不断进化如同有生命的智能软件系统。这些东西都不是靠一朝一夕、一两款产品就能建立起来的。小米的 YU7 现在就像一位刚刚崭露头角的挑战者，虽然气势如虹，赢得了满堂喝彩，但真正的硬仗、真正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。他要面对的是老牌巨头的围堵，是供应链的压力，更是消费者用时间和口碑建立起来的信任壁垒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仅仅是一辆新车的发布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这是一个跨界打劫、规则被不断改写的时代。你看，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企业，通过问界系列已经在这片战场上撕开了一道口子。
现在小米也带着他那套玩转了10几年的互联网思维和庞大的用户生态冲了进来，他们就像一群思维敏捷的狼，闯进了传统车企这片看似安逸的草原。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产品，更是一种全新的理念，那就是把汽车当做一个大型的智能终端来打造，让汽车不再是冷冰冰的交通工具，而是一个懂你、陪你、与你万物互联的智能伙伴。未来的汽车市场注定是一场神仙打架的好戏。YU7的出现只是这场大戏的序章，它是否能成为挑战特斯拉的有力竞争者，甚至颠覆现有的市场格局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，但这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有这样的破局者不断涌现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，绝对是天大的好事。因为竞争才会带来进步，竞争才会带来更优秀的产品和更实惠的价格。就让我们搬好小板凳，泡上一壶好茶，静静地欣赏这场注定会载入史册的科技与工业的巅峰对决吧。这场变革的浪潮才刚刚开始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